好，我们今天来玩一下 KR 的奥地利。本期视频粉丝的要求是让我们终结二元统治之后再打赢二战，消灭周围的国家。听粉丝说这条线是奥地利最难走的一条线，不过好像可以吃回整个奥匈帝国的版图。关于奥地利的历史好像并没有多少啊，只知道这是一个打赢了一战的奥地利，但还是有一些分裂。卡尔皇帝想推进这个联邦化，但一直被这个匈牙利的贵族疯狂抵制。目前面临的困境可能就是手下的这些地区想要脱离帝国自治啊。我们现在这一片地区还是叫奥匈帝国的，不过这个意大利共和国好像和我们没有关系，它是这个自治傀儡国。个人感觉 KR 开局的这个奥匈帝国地图还是很好看的。我们这局要做的就是想办法终结二元统治，把周围的这些地区全部吃回来，让我们一个国家来掌控。我们这局要走的国策线应该是右边这一条，不过我们开局好像一个国策都点不了啊，那我们就只能直接挂机了。考虑到 KR 的开战时间非常晚，我们前期可以小众一下。开局的部队还是挺多的，而且周围都是我们的傀儡国，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的部队全部要过来啊，防止他们叛变。还是一样的操作，所有部队转成步兵师，然后把多余的装备全部卖掉。好像现在 KR 的开局都要稳定抬走俄罗斯2个人啊。之前只有克伦斯基，现在还有一个预定被刺杀的萨文科夫。这一局俄罗斯好像还是走了一个沙皇线啊，这条线我之前玩过，有点印象。开局没过多久，黑色星期一就波及过来了。不过相比于德国的话，我们没有那么多事件啊。接下来就是1936年的奥地利选举了，让我们在社民工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之中选择一个。光看介绍的话，也看不出这2个党派哪个好啊，反正一个红一个蓝吧。再看一下他们各自的国策，光看数值的话，好像左右国策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用来消这个黑色星期一的，只不过最后一个国策送的 buff 不一样。左边这个送的是工人之魂，给我们加生产效率上限以及生产效率增长。右边这个就是只给工厂产出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在拉这个生产效率的话，可能左边这个生产效率增长我们用不到啊，除非我们在点完这个国策之后又重新开始拉生产线，可能作用大一点。所以相比之下，我决定还是点右边这个吧，右边给的点数多那么一点点啊。因为黑色星期一的打击导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控制这个意大利共和国了，它就直接独立了。不知道后面有没有机会打回来啊？和德国一样，我们在决议里面有在波兰的利益，不过波兰是德国的小弟，感觉我们也没办法通过这个选举来控制波兰，所以待会儿就把这个资产全卖了吧，还能换不少政治点呢。好像中欧同盟开局是可以直接使用的，那我们直接拉工业啊。为了能让我们这个蓝颜色的政党当选，我们尽量事件都点对这个有利的就行了。没搞懂这个社会党为什么要邀请奥托王子去打猎啊？是想出打猎事故吗？选下面这个还要减支持率，那肯定还是邀请一下。好像这个事件是必然成功的，那就无事发生了。他这个选举还挺简单的，我们仅仅打了个猎就获胜了，那就可以开始点国策了。相比于德国的经济牌，我们就轻松了许多啊，简单点几个国策就把黑色星期一消了。看了一圈发现奥地利的高手也挺多啊，这个10%的科研速度是说加就加呀。简单权衡一下，还是优先改这个经济法案比较有用。前期缺经验的话，可以直接先上一个保守派啊，他加的经验和别人100政治点是一样的，我们根本不差这点数值。从事件可以看出，这个意大利共和国是我们通过武力赶走了社会主义者而建立的。现在他们要进行一个选举，其中有3个中间派政党有能力赢得选举，分别是自由民主党、曾经受到我们支持的人民党，还有一个敌视君主制的意大利共和党。如果我们想扶持傀儡的话，可能要去支持一下人民党，但是我不想管意大利的事务，所以我们直接拿政治点也是可以的。感觉支不支持都一样，因为我们待会儿是要吃意大利的，所以直接拿政治点吧。
希腊控制了奥地利的财产，我们直接拿回来就行了，反正希腊也不会加入我们阵营。巴尔干的这几个小国正在密谋解决掉保加利亚，不过这几块地我们也是要吃的，所以不能让他们做大，我们直接禁运一下。看了一下德国这局好像走的是保守革命啊，这条线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强，所以我之前都没有玩。有点好奇 AI 德国是怎么打经济牌的，他这几个国策一个都不点，他这牌也打不起来啊。他点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国策，希望他能把这个也点了。虽然我们可以派志愿军，但是没有志愿军上线的话，每个地区只能派一个师，那还不如不派呢。在我们一点点干涉之下，乌克兰好像革命成功了，不知道他会不会走向这个工团啊。好，巴尔干战争又爆发了，我们这边派一个师的志愿军去看看情况。因为我们提前开展了这个国际武器禁运，这几个国家应该是造不出多少装备来的。保加利亚的赢面很大，波兰社会党里面居然有我们的一个好盟友啊，那看来必须得支持一下了。现在我们在选举中当选的可能是完全胜利啊！选完之后直接给我们加了15的点数，不知道能不能过来给我们当傀儡啊？好像保加利亚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轻松，他还是和奥斯曼打起来了。一般情况下会忍一手的。到了37年的4月份，我们要开始准备一下奥匈的2元协定谈判了。之前看路线指南的时候说是要支持其他的王冠领地来触发这个匈牙利的内战，那我们还是得尽量打压一下。好像我们帝国也就只有这么多人吧，他怎么还能邀请所有臣民啊？难道能把周围国家全邀过来吗？感觉意义不大，我们就邀这3家差不多了。不知道这个匈牙利的代表在说什么啊，反正就是在反对我们，所以不管了，直接把他赶出去。在1926年平息南斯拉夫革命之后，匈牙利的这些领土被转交给了新成立的伊里里亚王国。现在让我们赔钱给他，怎么可能给呢？为了刺激这个匈牙利的代表团，我们肯定是想办法触发事件了。你要成立就成立吧，正好这边的斯洛伐克能吃这个匈牙利块地。不过好像又扣了我们50点数啊，不知道是赚了还是亏了。原来大伙都是赶过来要这个匈牙利的地的，能给的都给吧，反正待会儿我们全吃。很快这个会议就圆满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应该就可以点这个终结2元统治了。不过他出了一个维持现状，我们先不着急啊，先看看情况，说不定还会爆新的事件。毕竟我们已经把这个匈牙利赶走了，他肯定要搞点事的。为了防止这个匈牙利突然闹事啊，我们先把他的军权给他下了，把所有部队给我调回来。先到我们这边来戍守一下边疆吧。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压这个匈牙利，刺激他和我们开战。匈牙利的部队已经全部在我们家里面了，他居然还敢独立啊！我们派2个师过去看一下这个武装战俘营。这边看守的部队已经到了，我们可以直接开战了。然后其他的一些国家也会加入对抗匈牙利的战争，没必要吧？我们一个人打就够了。哎，他这个部队是直接弹回家了吗？坏了呀！那我们就不能在这边慢慢看了，得抢时间了。先把这个线给它画起来，赶紧的所有部队冲锋抢地啊，把能抢的全抢回来，不能让盟友吃太多分。不过他们都是我傀儡的话，应该也不能和我抢地的。这边触发了多瑙危机，他部队不在这儿的话，应该也弹回去到某个位置了吧？已经分散到边境了，看来 AI 的处理还是挺快的。没事，我们跑得更快。这边最快速度走向布达佩斯啊，其他人先不等了。坏了，他已经在首都有人了，那先等一下再突破。我们现在直接过去吧。
本来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斗，但是因为匈牙利的顽强防守耽误了我们一点时间啊。不过问题不大，直接全吃。全部吃完之后，为了防止剩下来的部队叛变，我决定率先没收他们的兵权，全部收归我来使用。这些仆从国的部队，我们依然是给它流放到这个弗拉尔贝格啊。然后我们再来点一个终结2元统治，一下子激怒我们所有的附属国。还是经典的这个武装战俘营位置。捷克首先发动了叛乱，对我们宣战了。不过好像他的部队并没有独立啊，他只是一个空壳的国家，部队还在我们手上，这个就有点奇怪了。那看样子我们根本不需要设这个武装战俘营啊，我们把部队要过来就没事了。然后这边爆发了巴尔干战争，他正好加入了贝尔格莱德条约，不是吧？这个塞尔维亚明明还在和这个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下棋呢，他是怎么又组织了巴尔干战争的？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现在实在没有人了，只能把这些武装战俘营里面的部队给他先拿出来用了。这个塞尔维亚居然还能再召唤罗马尼亚和希腊一起来打我，也就是刚刚保加利亚没打赢，导致我们现在要一个人打北约了。还好我提前杯酒释兵权了，不然的话这么多兵在这些 AI 手上，他们现在叛乱的话我可管不过来，赶紧调过去把周围都灭了。这边加利西亚也反叛了，赶紧把边境的部队全部冲过去。最后这个伊利里亚也叛乱了，应该已经结束了，大概就这么多。我们现在要打周围这一圈啊，这两家还没来得及加北约，先把这边的部队抽调一部分过来，我们正面部队实在太少了。好，幸亏我们在终结2元统治之前，把这些会叛变的小邦国部队全部收归己有啊，不然我们这个兵力对比可能要处于下风了。
不知道是设计缺陷还是作者自己忘了，能让我们使用这些国家自己的部队来消灭他们自己。当然，如果我们不没收他们的部队，也是能打得过的，只不过可能要多打一会儿，没有这么快。这些国家他们同时加了这个贝尔格莱德条约，我是没想到的。更奇怪的一点就是这个希腊，我根本就没有打他，他自己先投降了。事已至此，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KR 里面并不能在谈判界面放傀儡，所以我们只能含泪全吃了。全部拿下之后，我们基本上就恢复了奥匈帝国的全盛版图啊，甚至比之前还要大了许多。只不过现在这个奥匈帝国可没有匈牙利了啊，我们直接改名叫奥地利帝国了。这边点一下帝国重生，给我们加一下顺从度和抵抗度。把所有国家全部吃掉之后，我们之前控制的这些功勋部队也跟着一起灰飞烟灭了。本来还准备战后嘉奖他们一下呢。我们又恢复到了刚开始的26个师。时间过了几秒，这个保加利亚直接就把马其顿给吃了，看来还真是保加利亚搞的鬼。不过还好并不是吃了很多。关于剩下几个国家的命运，我们还是有待商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力根本不够占领的，更别说去炸工厂了。看了一下我们接下来的国策，还是要去打一顿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我们现在提前打了，是不是可以不用放啊？很快我们点完了帝国重生，看一下接下来的国策是不是可以都跳过了。好像并跳不了啊，那没事了。没有核心的话，我们就全放成傀儡了，也是为了省事啊。不过他这一小块地也有点抽象了。接下来国策的话，我觉得帮意大利意义不大，因为我们并不能把这个意大利给吃了，所以先让他自己打着玩吧。我们先把自己给种起来再说。就先这样吧，反正我们也没有想和保加利亚结盟，所以没有扔给他任何一块地。调整边境，这个罗马尼亚想要我们布科维纳这块地啊，他给的条件是180天的消费品工厂减 15%， 也就是说我们拥有2个民工180天，然后送一块地给他，这个绝对是不允许的，我们拒绝调整。我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恢复奥地利全核心的国策，看来只能通过顺从度来占领了。我们现在的顺从度并不能给我们收到太多的工厂，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奥地利帝国也不是很强。不过我们现在这个版图看上去还是非常完美的，如果能再把这个西里西亚给收回来的话就更加完美了。我们下一集再去进攻一下德意志帝国。